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哦，10坪制衝擊，車位登記暴增5坪，房價漲 15%， 預售市場會發生什麼事情？先說結論哦，只要你有想要買房子，或是你家有房子，這一集就要注意一下，因為這個是會影響房地產底層格局的大事情。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百貨營收全台第2，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10坪制要來了哦，這次來聊一個新聞哦。那這個新聞的話，真的我都很重視，因為它會劇烈的改變房地產的格局哦，就基礎建設的部分。標題我念一下：內政部設住宅3件，虛坪改革浪潮來了嗎？哦，那內容我就簡單講一下，就是內政部在2025年9月在全台北中南舉辦3場當前住宅政策的座談會，那主要就聚焦在老屋延壽跟擴大自主都更就民間都更、虛坪改革還有近零碳建築等3大住宅政策。那這次我們只講虛坪改革不然會講不完。我先列出改革的3大重點第一，檢討容積計算那會規定管委會空間的上限，目前預計設為基地容積的 1%。影響就是說什麼？就是以後你很難看到那種豪宅超級氣派、空間超大的大廳了。然後會客室什麼的公設也可能會受到影響。第二，停車車位分配這個是最具爭議的東西那現在的方向是什麼？是把停車場列為專有部分這個我要解釋一下，就以前的停車場車道面積被列為公有嘛，所以全部人去談。好，那就有問題了，說我又沒車位，我為什麼要跟你們一起去談這個？好，現在居住正義就出來了居住正義就是說，好，那就是有用車位的有車位的人自己去談。以前停車場的車道面積列為公有部分，全部人去談。如果列為專有部分，就會變成說有買車位的人自己去談車道的面積，不是說車位幾坪你真的有車位的坪數大小，你就看到說我車位明明沒那麼大，為什麼跑到7、8坪、10幾坪去？車道要走道啊，要空間啊，那個也是攤在這裡面。好，那現在的話，只有有車位的人自己去想辦法，就是說分母會變少那車位的登記面積會怎樣？會變多嘛？那這件事情影響就會很劇烈，你以後那個車位就會很貴。我們後面會仔細討論。來，第三，一般電梯增列為免計容積項目這個還不錯，就是鼓勵建商蓋電梯大樓免計容積嘛那成效會怎樣？我們可以從高雄的免計容積相關案例去看，就高雄錯嘛。那高雄市政府推出陽台免計容積以後，反正我管你要不要，我就給你一個又大又方正的，比你的那個客臥還大的這個陽台，要管你的不蓋白不蓋。所以你要知道停車位專有化會怎樣。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討論說停車位專有化以後可能會發生什麼問題。這個東西我要先說明一下，就是說政府在施政它有一堆流程要走，只有行政命令是就不管連立院3讀都不用。但行政命令有它的那個風險啊，反正在野黨團一定會出來靠北這樣。行政命令無異於先斬後奏那現在的話，你看他還開了座談會，我們要知道一個前提，就是說政府的施政沒有那麼粗糙啦雖然可能民間意見很多，還是覺得很粗糙，他有一堆流程要走。那現在這個座談會我個人認為就是拔草測風向，你知道嗎拔草測風向，先看一下民間的反應是怎麼樣，如果都 OK 然後再舉行專家會談。專家會談就是把相關從業人員叫來然後10幾年工作經驗的就問他說這個有沒有什麼 bug 沒想到，會有這些流程。現在這個還在拔草測風向的階段也有相關的案例啊，像我們那個什麼租賃住宅管理辦法不是草案要去修法嗎？這個也是拔草測風向而已，只是那個新聞會寫得很驚悚，所以我們後面可以再看看。我們就要保佑說後續他們請到專家會談的那個專家是真專家不要又是很奇怪用幻想的學者之類。好，我們回到主題停車位專有化會怎樣？就是你的平面車位登記的面積會暴增。那具体是怎麼暴增現在的平面車位登記面積大概都9到11坪，我講平車你要是機械還是什麼倉儲車位會又更小，9到11坪之間。好，那改革以後會暴漲到至少14以上14到16到22到25都有可能。我們就算1坪50萬就好1坪50萬，這還是中南部的價錢1坪50萬那
你看你9最低9到14，也有7的啦，但是那個都中古比較多。好，那我們就算9哦，原本的9到新的以後至少要14。好，來，那這樣子多了5坪啊，5坪中南部的房價1坪50萬，多250萬啊。那如果你是雙北哦，那1坪100萬的房價的話，總價就多500萬，就要停內部車位，那個停車位自己都比你停的那台車還要尊貴哦，這個多的錢哦就很硬，那都足夠再付中南部的一次頭期款了。所以未來平面車位真的就是奢侈品，現在就已經有點奢侈的樣子了，對不對？未来一定是那個反正有停車位還是平面的尊爵不凡哦。以後會變成怎樣以前我們在講說三房必定要買車位，這是客群的問題因為會使用到三房的就是家庭就是有小朋友就是要車位。OK， 好。那這句話可能會被調整會被挑戰就是說以後你買預售的三房還真的不一定要有車位。為什麼？因為車位太貴了。有可能你是多一顆車位給人家，可是人家就這樣就買不起了，這不知道，這個就再看，反正還在拔草測風向的那個節奏而已。那中古三房帶平面車位就是我一直推薦的東西嘛，反正你買中古三房你就是多想辦法弄到一顆平面車位就对了。那這種東西會變成怎樣？會變得更有戰鬥力這個我們後面再講。好，那這只是費用的部分還有哪邊會有問題？例如說產權問題，現在很多的車位都是產權登記都是公共設施，意思是沒有獨立權狀，它就是在權狀裡面然後直接寫說你車位是幾號 B 級幾號，真的用備註的方式。好，那你要買賣就是要連房子一起買賣，或是說你賣給同一個大樓的其他住戶，你們都是這個的權狀嘛，然後換的用換的方式，就是你這邊把這一行刪掉，然後他那邊多寫一行，然後看他給你多少錢中古都這樣子做。那問題來了，今天車位變成專有以後，理論上他可以怎樣自由買賣，對不對？好，那我問你如果有一個人他買了你社區的車位，然後他跟你說他去開管委會，那你要不要讓他來？因為他也有土地權狀啊。好，你是該讓他參加還是不讓他參加？又或者是說你的鄰居覺得車位好貴，然後或是他生活上他要用到大錢有人要跟他買車他就賣了賣給誰？不是同社區是賣給外面的人賣給一個89。好，每次那個89來你們社區停的時候都怎樣？都在地下室直接抽菸。89很愛這樣都不知道危險然後吐檳榔渣等等在那邊地下抽菸車子也給他亂停或怎樣的。好，你要怎麼管理他？你拿管委會來壓他，他又說我又不是这裡的住戶，有的沒的，事情會變得複雜。但他的精神你覺得有沒有問題？這個修法的精神有沒有問題？就是說一堆兩房沒車位，可是也要去一起負擔到那個地下室車位，就跟他無關的東西，然後他還要出錢，是不是就讓有車位的人自己去想辦法好像是一個解法那你說你認為這個有沒有道理我個人認為是其實蠻有道理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怎麼描述，反正我都看中古了這個對我們這邊的影響比較小，而且我們手上的中古還變得更香只是說左派的代價，居住正義的代價。好，那最後你要知道房市會怎麼變化那我們最後就來講說房市會怎麼劇烈的變化。首先是中古電梯大樓含平面車位的必然更有戰鬥，我不要講暴漲或者怎麼樣到時候又被人家說什麼我炒房阿元反正就你這樣看一看你就很明白嘛。如果這個法過了以後，中古三房帶平面車位、中古四房帶平面車位的這種東西，它都跟新的這種人家更貴的停車位已經沒有什麼關係，它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嗎？所以這個東西什麼事情也沒做，它的戰鬥力就上升。因為大家會突然發現說，哇，中古電梯大樓 CP 值那也要管啊，夠管呢或者是說他的預算只能夠買，他可以買三房有車位，但只能是中古20年中古然後就怎麼樣他也想要住新房子可是新房子現在車位變成那個樣子，哇靠，那就去看中古可能那個新建案旁邊的中古而已那就大家就去搶價格就很容易會被抬上去，都是那個車位在猛烈的加分那預售也會變得更貴。為什麼？總價不變但登記的坪數變少就是那個車位你的分母變少了，所以看起來就會變得更貴我這個用講的不太好理解，我弄成表格給你看。來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簡單講一下就一樣是2000萬的房子，
在新制下，它的單坪售價會暴漲15%，我靠！看起來就變很貴很貴，暴漲15%，這個跟房地產自己的漲幅無關哦，這完全就是計算方式的差別哦。那單坪看起來就會變貴那麼多，我講的是看起來哦，實際上建商哦，他沒有賣你比較貴，你知道嗎？哦，那問題是什麼？你這間房子你上到591的時候，看起來就是比人家貴15%嘛。591會不會幫你再弄一個標籤叫什麼使用新制哦之類的，然後新制還去解釋，我也不知道。就算他會標記，一般人也不會知道那是什麼，他就看，哇靠，這個一坪已經多少錢了？那591不是會把單坪都算出來嗎？哦，好，然後那人家看一看說，哇，這個房子好貴哦，然後去買附近的中古，好，或是找你2年蓋好的建案，哦，就是還在用舊法的，那看起來就會視覺上就會便宜非常的多，就會這樣啊。所以實坪這件事情哦，對我們這些做中古屋的哦，真的是個神助攻哦，大利多，因為它會讓我手上的房子突然就變香了哦。本來就已經很香啊，突然又變得更香。然後，如果你是2-3年後要交屋的預售，真的是自求多福哦。祈禱可以在實坪制上路以前把屋給它交下來，不然你將來哦都會有一個轉型期哦，可能會很難賣。話說現在買預售風險真的是超大的呢。我們買新房子就是要什麼？新房子誰不喜歡？我也喜歡啊，只是說我口嫌體正直，我還是都做中古。買新房子圖什麼？圖一勞永逸嘛，圖不要搞一些有的沒的事情嘛。可是現在預售屋的出討實在我要賊都不知道怎麼樣，才在看哦。那個會員朋友傳給我看新建案交屋，多年前買的，房價有漲是有漲，好，可是它的高雄高雄，然後高雄不是有那個高雄錯，然後陽台的洩水坡度做錯，陽台也是要有洩水坡度的哦，就是有雨水或是幹嘛它要導向那個排水孔嘛，所以說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有一個點，4個角裡頭有一個點特別的低嘛，也沒多低啦，100公分的長度低1公分就是這樣子，然後水才會往那個排水孔流嘛。結果那個交屋的新房子做錯了，怎麼錯？他就給他做到，反正就是把那個排水管放在最高的地方，不是說把那個排水管是先放好管的，是後面的泥作就沒有去抓那個洩水，把它抓錯了讓排水管變成這個陽台裡頭最高的那一點，水流不過去啊！這是新房子怎麼還會有這些有的沒的事情？然後去看那個管子馬桶糞管或有沒的裡面都是那個水泥砂漿或一嘎泥的，反正就這樣施工怎麼方便怎麼來，然後都不管了，做完就是請錢請款，然後就跑掉。預售屋的出逃真的是好多多到有點不可思議然後就變得要開盲盒，然後還要防禦什麼？防禦政府那邊突然幹你一刀，之前信用管制突然卡爆一堆預售交屋的，那接下來又要用實坪制真的是我看了有點慌了。我說新房子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講了政府推出的實坪制政策我們主要討論車位專有化後會帶來的影響，包含第一，登記坪數會暴增，我說車位第二，車位變成尊爵不凡的奢侈品。第三，未來產權和管委會管理的困難同時也點出了新制下房市可能會出現的變化。那包含中古電梯大樓有帶平面車位的真的會越來越香，會被搶購，價格會往上去，就因為那個車位。那預售屋的坪數會變少，市場接受度一定會發生下降。結論就是這一波改革對中古屋是利多，但是對預售屋的人來講風險大幅的增加，你必須密切注意政策的變化，才避免踩到地雷。密切注意的意思是，還是要再講一次，我們現在政府施政不會那麼粗糙，就是現在都還在拔草測風向的階段拔草測風向，所以未來會不會變成這樣不知道應該都還要修改。拔草測風向超多的之前還有一些新聞嘛，或者什麼鼓勵突然要課2代健保，對不對？那個舉國沸騰，那邊罵來罵去，好，那你看又無消無息了，對不對？這個就是拔草測風向所以說你有態度，你有意見，你就要反映出來，就反映到央行不是有陳情專線內政部有一些什麼民眾陳情專線，你就打那 email 信你就寫，我真的也會寫就這樣，你要讓他們看到那個民間的反應跟聲音，這才是他們拔草測風向的目的。他不是就是我就是要蠻幹硬幹，並沒有你們都不反應老師就一直出作業，出底下一聲不吭還可以是吧？然后我再一直出到已經受不了，然後最後再來一個就不是這樣，人說不行，然後這個作業太多了這個是要反應讓他們看到，這不是什麼鄉愿这不是什麼这就是很正常，就跟政府溝通這樣。好，那最後我想問你，
你認為實坪制實施後房市會怎麼樣 ？A. 全然的暴漲 ，B. 全然的暴跌 ，C. 不受影響。哦，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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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哦。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po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中古真的是，對不對？躺贏啊，真是躺贏啊！我跟你說我講幹話了我講幹話，就是以頻道經營來說，雖然我這個頻道到現在我都還認為我是拍好玩的我拍的是一個像陪伴因為很多人看房子買房子會怕嘛，我就盡量每天都有影片讓你看，那這樣就比較不會怕，拍了這個陪伴，所以我並沒有很在意說頻道的什麼有的沒的數據指標那在專業的頻道制作人的眼中，我這種東西完全不合格真的是完全不合格。哪有人做 YouTube 頻道做那麼佛系的這第一點。然後再來是以房地產 YouTuber 來說哪有人在做中古？除了房仲以外，哪有人在做中古的？因為中古的那個反正就建商有錢那建商的話，他在資源的力道上會比較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那個。我現在沒有要酸人家，這都是很正常的生意代銷以前也沒有這東西，代銷也是後來時代需要它，然後就發明出來。OK， 那個 YouTuber 也是一樣YouTuber 你不覺得它某種程度很像新時代的代銷嗎？對啊好，誰要做中古中古大概都是房仲自己在拍而已我又不是房仲那我就拍這個，所以我已經在一個比較沒有人在關注的市场然後就過我的日子這樣。好，然後中古又躺贏了預售真的是有點誇張風雨飄搖我們買預售就是圖一勞永逸，就是不想再煩那些有的沒的鳥蛋事情。現在不止施工的品質那跟那個未來要上路即將要上路的政策法規通通都在那邊幹你一刀真的很誇張現在是對於那個建商有仇是不是？我說政府民眾就是需要新房子，就是需要我們台北市的老屋成交上已經有一半的買賣成交都是30年以上，還不是說中古，是30年以上。現在去管制這些建商們，那就變成說新建案的供應量完全不夠完全不夠。
台灣很恐怖哦，台灣這有房子的人800多萬人，800多萬的屋主呢。哦，好，每過一年，像現在嘛，不是要那個年底了嗎？像現在齁，好，等到2026跨完年，所有的屋齡加一，800多萬戶直接加一，嘿，按你新房子怎麼蓋？你來得及？來不及啦。所以說，又變成一個供給很稀缺的狀態。新房子一定會永遠有需求，至少安全的需求嘛。跟生活品質提升的需求，結果現在的政策都是，就是你說政策有沒有道理？政策也很正義啊！哎呦，你們你講有道理哈，你明明就沒有要用到車位，可是你要一起去這個不公平哦，他就幫你弄幫你弄了一下以後，哇靠，就不斷的把那個門檻都在加高，有點誇張，有點恐怖。以那個凱因斯市場經濟不是說什麼要新的那只市場看不見的手嗎？看不見的手，那現在看起來是信用管制就沒有要讓那只手自己去調控，也不止聽到人家在講，就是你要打擊房價讓房價回歸平穩的話，就是不要去管供應，就大量的去供應出來，那市場自然會回落下來。現在的問題是，就因為自己家已經是40-50年老透天，所以要買新房子買新房子的供應量那麼少，新房子就很容易掉就上去。哎呀，沒講什麼啦，總之就是說中古的3房平車真的是很讚。莫名其妙的讚那邊躺着，怎麼又上去了？然後中古的平車，地下室的品質当然沒有新建案好還沒打燈那地上鋪了那個亮晶晶的都沒有。中古的話，還有那野貓嘞，林老師上次那邊看嚇一跳，竄出來，那指着哪來的野貓？它的窩不知道坐在地下室的哪裡可是它就是平面車位可是它就是這個總價旁邊的新建案都已經2倍價錢了呢。中古真是越看越香，然後既然都已經總價比較低了能直上3房平車就直上3房平車。這個在我前幾集我有聊過，反正就是去魅這件事情新房子年輕小夫妻有住過就好接下來還是就很能接受中古的大空間，不過都有小孩子小朋友要用，大概就是這樣所以中古還是相當的穩健。我蹲在中古這邊拍影片，真的是很奇怪的選擇我只能講說，以頻道經營發展來說，這不應該是這樣子去做，因為我又不是房仲。如果是房仲，無可厚非那我就不是嘛。所以說這個是我也不知道時代的紅利莫名其妙我這邊就吃到了，就因為那個政府的居住正義的大旗之下，有相當多的衍生的政策，反而就會讓中古越來越香。3房平車啦中古3房平車在高雄一坪30萬以下都還很多，甚至還20萬以下蛋黃區通通都有都還有，現在去看都有，所以沒什麼問題啊。這樣你要跟我說什麼高雄房價會跌，這個雕啊！現在那個放生出租投報率隨便都已經 2.5 了，好，房價要漲以後 5% 呢，5%你放生收租 5%， 這還是在沒有整理房子的情況之下。你要是整理房子拉高之後還得了可能就隨便一間房子放生出租的話，租金的年投報率已經會來到多少？已經會來到 6%、7% 了，不會有這種東西啦。整個城市都在 6%、7%， 這也太扯了，這個包租公大軍就出來。所以說我對高雄還是很有信心。憑什麼？憑不是因為我在拍片，憑高雄的重大建設都沒有停。